程二哥在大厅里呢，陪着苏家主夫妻俩聊天。苏家主是个很豪爽的人，跟程二哥差着几十岁的差距呢。但是很快两个人就聊得火热，要不是苏腾给父母端出了早餐来，苏家主和程二哥都要结拜了。那家主夫人暗中不知道踹了丈夫多少脚，这老家伙是不是忘了他们现在哪里？这是程家，是他们未来亲家的家里。程二哥是他们未来儿媳妇的哥哥，老家伙要是和程二哥结拜为异姓兄弟，让儿子怎么称呼程二哥，这辈分就乱了套啊！爸妈、阿姨给你们准备了早餐，哎，你们趁热吃啊，我们都吃过的了。苏腾招呼着父母进餐厅吃饭，同时对父母说道：“爸妈，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吧，等会儿我和程庆出去买菜。”家主夫人笑眯眯的道：“好，我也想去欣赏一下雪景。老苏，你呢？你也跟着去，就帮忙提一下菜。”家主夫人看似征求着丈夫的意思，却是帮丈夫决定了。她可不敢留下丈夫在程家，怕买个菜回来，儿子呢就要称呼程二哥做叔叔了。好啊，苏家主爽快的答应。程妈妈从厨房里出来，很不好意思的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们来，早餐很简单，你们将就一下。中午想吃什么菜，不用跟我客气的。想吃什么就跟我说呀，我都能烧出来。我是把你们当成一家人的了，不客气哈。”家主夫人笑道：“我们不会客气，不会拘谨的，就是一家人，我们也不挑嘴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亲家哦，程家妹子，你们家程庆真的是个好孩子呀，不像我们家苏腾，混蛋一个，我和他爸没少被他气死啊。”程妈妈忽略了家主夫人，不小心喊他亲家的话，他笑道：“哪里的话，我们家程庆也没少让我生气的。苏腾年轻有为，成熟稳重，温润如玉，脾气好，包容心强，比我们家程庆好太多。”苏家主看着儿子，打趣着儿子：“程家妹子嘴里的苏腾是我儿子吗？怎么听着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？爸，你赶紧吃你的早餐，冷了就不好吃。”苏腾无奈地催促着父母赶紧吃早餐。不要损他了，给他留点面子。他可是苏少主呀，在管城那是神一般的存在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哇，多少人都惧怕着他。父母损他的时候，一点面子都不留给他，恨不得把他损得一文不值。程庆都还没有回复他呢，看他父母的架势，恨不得明天就给他和程庆办婚礼了。半个小时后吧，苏腾和程庆带着苏家主夫妻俩出门去买菜。他们一走，程妈妈对小儿子说道：“看到了苏腾的爸妈，我放心多了。”我也放心了，妈。阿庆还没有答应苏腾是吧？我都想替阿庆答应了，苏家适合阿庆，他们家的人都豪爽。阿庆的性格大大咧咧的，说白了也是豪爽，跟苏家合拍。程妈妈瞪着小儿子：“这是你妹妹的人生大事，我们帮她把过关后，余下的交给她自己决定吧。要嫁给苏腾的人是她，与苏腾过一辈子的也是她，总要她喜欢才行。还有，你妹妹有着落了，你和你大哥也要考虑考虑了。妈，我去洗米包饭。”程二哥扭身就走。母亲真的是逮着机会催婚。程妈妈骂了他几句。云城到处可见积雪，管城正午时分，最高气温却有25度，大街上随时能看到穿着短袖逛街的人。海童在书店里等着他家男人过来接他，一起去管城大酒店吃饭。现在他不再编织工艺品了，原来的网店转让给帮他做货的一位宝妈经营了，然后在书店里守着。除了学生下课时会有点忙，其他时间他无聊得很，时不时就去隔壁店串串门。保镖们虽然没有跟随着，却一直盯着他，生怕他会有个闪失。
沈小军守电时，他爱看啊，就捧一本书能看上一天都不动的。海童不太喜欢看，他挑了一本名著看了10几页，就老是打呵欠，想睡觉，又打了个呵欠，他合上了那本名著，不看了，看书催眠的。他起身绕出了收银台，走向那几个大书架，拿着鸡毛扫，拍扫着书架上的灰尘。其实没什么灰尘，他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干，免得无聊。这个时候，外面传来了噔噔的高跟鞋脚步声。很快便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少妇走进来。他少妇挽着爱马仕，衣着光鲜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及腰的长发逞波浪式。看到他走进来的那一刻，海童似是有熟悉感，但看到对方的面容后，海童肯定自己没有见过他。那守在书店门口的2名保镖呢，跟着进来。海童示意他们在门口看着就行，他手上还拿着鸡毛扫，对走进来的年轻少妇说道：“你好，需要些什么？”少妇环视了一遍书店，最后视线回到海童身上，扯了抹笑，说道：“我小叔子今年初2，学校说需要什么资料，我没记住。他打电话回家说这家书店有得买的。你知道是什么资料吗？”海童问他：“你小叔子在哪所学校？”少妇随便报了一所学校。海童转身走开，帮他配资料去了。很快，他给少妇配了一套资料过来，将那套资料递给少妇，说道：“你小叔子的学校一般都是用这些资料，是有他学校的学生家长来我这里买过，那应该就是了。一套多少钱？”少妇随意地翻看了一下后，问着海童：“一共469元，每一科都有，这个价格也是统一的，你去哪家书店买都是这个价。”少妇哦了一声，倒是没有嫌贵。他放下了那一叠资料书，又在店里转悠了一圈后，问着海童：“你店里有那种数字描红，那笔画描红吗？我小姑子才上幼儿园中班，需要用到描红，我给她买几本回去，免得她一回家就看电视玩手机啊。现在的小孩子呀，几岁大玩手机玩得贼溜。”少妇吐槽了一句：“刷视频比我还厉害，我这店里没有幼儿用的描红，你可以去其他书店看看。”他的书店开在中学门口，主要的客源就是中学生，没有进幼儿园的描红本。没有买啊，那我等会儿去其他书店看看。少妇支付了资料书的钱后，拿起那一套资料书，向海童道了谢，转身就往书店外面走去。海童看着他的背影，总觉得他的身形有点眼熟。可能是他以前陪着战印应酬，见过这位少妇，但没有实际的来往，所以他不记得对方吧。等会儿问问战印。谁家的长子娶妻了，次子才上初2，女儿刚上幼儿园的。看那少妇的年纪也就21、22岁左右，她的丈夫年纪应该不大。海童孕前也经常出席上流社会的各种聚会，没听说谁家的儿子早早结婚的呀。见过的少妇都比他年长，可能刚才那位少妇的夫家还没有步入真正的豪门之列吧。少妇的车子停在不远处，是一辆白色车身的宝马7系，有2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在车子前等着他。等他走近了，那2名黑色西装的男人对少妇神色恭敬，应该是他的保镖和司机。走吧。少妇上了车，吩咐着司机开车。等到车子开出老远了，少妇扭头看海童的书店，认为距离足够远，海童看不到他了。他才抬手摸摸脸皮，这个少妇啊，不是别人，是有几天没有消息的宁家2小姐宁思琪。她被龙先生包养了，那在管城却是顶着龙太太的身份与人交际。龙先生说这是为了不被人怀疑。宁思琪带着龙先生给他的人面皮，立即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他的任务是接近海童，与海童成为朋友。
等着机会见到了那个叫龙庭的孩子后，再配合着龙先生的安排，抱走那个叫龙庭的孩子。龙先生说的事成之后，他想怎么报复海童和宁云初，他都会帮他。说什么战印以及战家在他眼里都不耐看的。宁思琪不知道龙先生的真正来头是什么，但知道那位大叔心狠手辣得很，就他已经上了他的贼船，被他拿捏着，也是心甘情愿的和他勾搭一起，只为了报复他心里恨着的人。宁思琪想了很久，才想到了这个办法，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海童的面前。看到海童果然认不出自己，宁思琪放心了，只要不跟宁云初接触太多，海童是想不到她就是宁家二小姐的。毕竟海童对她并不算了解，两个人是对头，但交集并不多。说不定海童压根儿不将她放在眼里呢。海童，我比你年轻，就算要等上几年，我也等得起。宁思琪自言自语着。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保镖扭头提醒着宁思琪：“宁二小姐，今天表现得不错，不过暂时不要老是出现在战家大少奶奶面前，就免得引起她的怀疑。先生交代你要多学习，提高自己的能力，脾气也要改，要表现得温婉大方，有贵妇人的样子。以前宁二小姐的嚣张跋扈要改掉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。否则你很难走进管城上流社会的贵妇圈。”宁思琪撇撇嘴，说道：“你们以为那些贵妇就不嚣张了？她们也是有很嚣张的，只是你们没有遇到而已。我们宁家也是豪门，我就是年轻气盛而已，并不是没有素质，我气质也很好的。以前我的交际圈里都是名门千金。富家小姐啊，哪怕她母亲在圈子里不受大家欢迎，源于她母亲是弟媳改嫁给大伯哥，所以大家不喜欢她母亲，但不影响她这个宁家二小姐在管城上流社会圈子里的地位。她是无法和商小飞比，但比很多富家小姐都要好的。宁思琪自信得很，从来不认为自己气质及素养不好。以前她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掌上明珠，加上她不过20岁左右，正是一枝花的年纪，略有点嚣张，怎么了？宁二小姐，你现在在管城行走，不再是宁二小姐的身份，你要谨记，若是没有完成先生交代的任务，你就被识破，下场会很惨的。我们先生脾气不太好，还有我们太太的手段厉害，先生到时候不出面，将你交给太太处置，你会生不如死。我们太太可不管你是哪家千金，她想你生你就生，想你死你就得死。”宁思琪脸色阴沉，抿着嘴不说话了，心里却在骂那个龙先生，夺了他的清白，却只是让他当个情妇。那个中年大叔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情妇呢。好在呢，他不在乎那个男人的宠爱，他在乎的是他能给他优渥的物质生活，能帮到他，让他以后有足够的能力和宁云初抗衡。海童他能整就整，整不到他也没办法，毕竟海童背后的靠山过于强大。但是宁云初以及宁家的家产，他是一定要夺回来的。他无法忍受一向被他踩在脚底下的瞎子爬到他的头上作威作福。在坐牢的那段时间，他遭受到的一切，以及出来后过紧巴巴的苦日子，他是不愿意再过的。那你们先生有几个孩子？宁思琪忽然问道。那名保镖淡冷的道：“这不是你该问的，先生不告诉你，你就别问。未经先生的同意，你也别想生下先生的孩子。那若是先生愿意让你生，你才能生。”宁思琪在心里腹诽着，他才不想为那个老男人生孩子呢。那若是他生孩子能抢走原配的身份地位，他的孩子能继承那个老男人的一切，他倒是可以考虑生一个。不问就不问呗，让你们先生再给我打点钱，我要多买几个包，还有定制的衣服。
海童和宁云初都是战家的少奶奶，他们随便一件衣服都是大牌子定制的。我要是穿得太差，混不进去，保镖说道，我会告诉先生的。先生给二小姐打多少钱？先生说了算。宁思琪嗯了一声，你跟他说吧。那个老男人对他倒是很大方，让他重新住大别墅，开豪车，就重新用回各大名牌，钱也由着他花。由于过了一段紧巴巴的日子，就算有钱任他花，他也想要更多，自己偷偷存起来，以后若是再发生什么变故，好歹他有钱，饿不死。忽然宁思琪往座位上一躺，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他。这个时候战印的专车队迎面而过，事实上战印不会看他，他就是心虚，担心战印会看到他，担心自己做的事会被战印识破，海童能将他送进去。除了他当初轻敌，不知道海童会拳脚功夫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海童背后有战印这座大靠山，就算他现在也攀上了靠山，只要看到战印的专车，宁思琪本能就是害怕，想躲起来。等战印的车子开过去了，副驾驶座上的那名保镖扭头看，见宁思琪心虚又害怕地缩在车椅上，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到车后座有人。宁二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保镖不悦地问着宁思琪。宁思琪先是抬头，偷摸地看着车外面，没看到战印的车子了，他才坐正了身子，并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。刚才他过于急切，一下子就躲起来，弄得他的衣服都有点皱了。都是名牌呢，他有很长时间没有穿名牌了，现在重新穿上，让他不由自主去爱护他的名牌。刚才过去的那几辆车，你们知道是谁的吗？那辆劳斯莱斯是战印常用的车架，后面那几辆是保镖车，他的保镖团队时刻跟着他的。以前战印带着保镖团，是防止爱慕者犯花痴扑向他，结婚后他依旧带着保镖团，还是防着年轻女性靠得太近，让他老婆误会了。段芊芊的事情夫妻俩还记着呢，不就是战印与段总谈生意，给了段芊芊靠近的机会，段芊芊就妄图取代海童的位置，甚至找了一个长得挺像战印的男人当替身，拍些暧昧的相片寄给海童，想破坏海童和战印的夫妻感情。保镖冷冷地道，宁二小姐，你摸摸你的脸，你现在是龙太太的身份，并不是宁二小姐。目前管城的人并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是谁，你这样紧张害怕，怎么执行先生交给你的任务？宁思琪年轻，不够沉稳，对战印有着畏惧。先生挑选这个人当作棋子，真有用吗？保镖对宁思琪是抱着怀疑的态度，但是在管城，还真的只有宁思琪很适合当这枚棋子。其他人让他去接近海童，对方会很乐意，但让对方做出得罪海童的事，怕是没有几个人乐意做的。谁都不想得罪海童，不怕海童，怕他的男人。宁思琪，是哦，我现在是龙太太，不是宁思琪，对不起，我是一时间的本能反应，看到战印的车子，本能反应就是躲避，怕被他看出来。若是让战印认出他来，肯定会猜到他是来找海童的，然后他又得倒霉了。他就是害怕这样，才会见到战印的车子就躲避，忽略了自己是顶着龙太太的身份出现，并非是宁思琪。以后你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时，冷静点，谁也不用怕天塌下来，自有我们先生给你撑住。那我们先生连战家都不放在眼里，你还怕什么？管城能让他们先生放在眼里，不太愿意得罪的只有苏家。当然了，战家与苏家来往密切，能不得罪就不得罪的。先生是向宁思琪承诺，确定了君家大少奶奶的养子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，
能将对方抱走，会将宁家所有家产都交给宁思琪，也会将战大少奶奶交给宁思琪，就随他想怎么样都可以。先生没有告诉宁思琪，他的承诺向来不值钱的，事成之后，宁思琪能不能活着都是个未知数呢。还想着先生为了他与战家和苏家为敌，做梦去吧。保镖心里清楚，不过他们留在这里就是盯着宁思琪，也是协助宁思琪的，不能多嘴的告诉宁思琪，也是让宁思琪做美梦吧，否则他哪有动力去帮先生做事。宁思琪抿抿嘴后说道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对我这么冷漠无情做什么？在人前你们也得称我一声太太的。这2名保镖人前对他倒是恭敬有礼，人后就像是2个管家公，管他管得死死的。就他们还很能打，他没有拳脚功夫，在他们手里走不出一招，他们若是对他出手，也是毫不留情的。就一点都不会怜香惜玉。他向龙先生告状，龙先生还劝他不要惹怒他们，说他们就是大老粗，不懂得温柔，他们手里沾满了鲜血的，把他吓得再也不敢招惹他们。今天你以新面目出现在商大少奶奶面前了，可以恢复你的宁二小姐身份，又去挑衅一下你的姐姐，免得他们失去了你的消息，很容易就会怀疑到你的头上。这边宁家2小姐失去了踪影，那边就冒出一个陌生的龙太太，是很容易让人将2者联系在一起。好，我吃了饭就回我的租房去，然后再去找宁云初闹一闹。宁思琪一听到可以恢复宁2小姐的身份，神情里有着掩不住的轻松，就还是当她的宁家2小姐更轻松呀。哪怕穷点也好，当这个龙太太一点都不轻松，也不自在，他们总嫌她修养不够，脾气不够温和，遇事容易冲动什么的，天天逼着她学习，要她修身养性的，那她的性格定了型的，很难再改了。就让她演几天的戏，她还能演一演，长期这样扮演名门夫人，她会疯的。你恢复宁2小姐的身份时，现在用的包、穿的衣服都不能用先生给你的那一笔钱，你能不用就不用吧，免得被人知道了。宁思琪有点不爽，对上保镖那冷冰冰的眼神后，他只得闷闷地应着，我知道了，有钱也不能花，那钱还是用他清白换来的呢。为了以后的成功，他先忍着吧。好过坐牢的时候了。那父母如今呢，也真的听了宁天磊的话，开始办手续，将他们名下的财产都转到宁天磊的名下，只让宁天磊每个月给他1万元的生活费。宁天磊说只给他5000元一个月的，父母要求他给他1万元一个月的生活费，宁天磊最后答应了，前2天才将余下那5000块钱打给他。宁天磊那个臭小子，被宁云初当成棋子用，还巴巴的信任宁云初，有他后悔的时候啊。明明他才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姐姐，他却相信宁云初这个同母异父的姐姐。海童的确想不到，这刚刚来他书店里买资料的少妇，就是带着逼真人面皮的宁思琪。那他对宁思琪其实不算熟悉，看到变脸后的宁思琪，只觉得对方的身形有点眼熟，但他想不起来那是谁。在他的朋友圈里，压根没有宁思琪这号人物吗？听到熟悉的沉稳的脚步声，海童从书店里走出来，战印。海童笑眯眯地走向丈夫，战印眉眼温柔，大步流星走到他的跟前，先拥抱了他一下，低柔地诉说：“老婆，我想你。”然后在他的额上亲了亲，才松开了他。海童小声说道：“大家看着呢。天天见面有什么好想的？”跟着战印的一名保镖手里提着2个袋子，袋子里面装着的是打包过来的2份午餐。他将那2个袋子递给了书店门口的同事。大少爷特意过来接大少奶奶去吃饭，书店不关门，这2名同事自然是就留在书店里
帮大少奶奶看门，就便给他们送来了午餐，让他们在书店里吃。战印拉着爱妻的手走向他的车子，就边走边问他累吗？不累，我没那么矫情脆弱。他是吃过苦的人。战印宠溺地笑着，是，我老婆坚强，强大得很。你这话太敷衍了吧。战印先扶他上车，等他坐好了，他才跟着上车，关上车门后，就把他揽过来，在他的红唇上轻咬一下，那罚我亲你一下。海童轻推开他，小声说他别让人笑话。跟你说件事，在你来之前的10分钟，有位年轻漂亮的太太来我店里帮他小叔子买资料书，然后问我有没有幼儿园中班小朋友用的描红布。战印看着他，哇，这是什么新闻啊？连八卦都算不上呀。不过他乐意跟他分享，他听着便是。他的小姑子才上幼儿园。战印嗯着，现在很正常，兄妹相差10几20岁的多了去。主要是他进来时，我总觉得他眼熟，是他的身形有点眼熟，但他的样子我没有半点印象，可以肯定我没有见过他那张脸，熟悉感也是真实的。你们这个圈子里有人和弟妹相差很远的吗？你是想弄清楚他是谁？战印总算听出了爱妻话里的重点。海童嗯着，因为他让我觉得眼熟。哎，就想知道他是谁。下周有个宴会，你想出席吗？想的话，我带着你出席宴会，你就可以留意一下。如果没有看到他，那他以及他夫家的地位还没有入圈。战印嘴里的圈是指管成上流社会。海童摸了摸肚子，笑道只要你肯带我去，我当然想出席。战印的大掌附到了他的手背上，就露个面，大概待上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就会离开的呀。你别喝酒，离他们远点就行。那最好就是一步都不要离开我的身边。那就待半个小时吧，不用寸步不离。大家看到我都很自觉地离我几米远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战印的心尖宠。好不容易怀孕了，肚里那个娃啊金贵得很，谁敢离他太近？万一他不小心摔一跤，出点什么事，别人生怕会无端受累呢。海童也很无奈的，他不会那样，但是别人就是这样想的。管成上流社会的人都保持着与他的距离，大家都说等他生了宝宝才缩短距离，算他们识趣，保持着距离好一点。他们很多人爱抽烟，闻多了二手烟也不好呢。在海童怀孕后，战印不再带着海童应酬，就是担心海童闻多了二手烟对宝宝不好。那还是算了吧，等生了宝宝以后再陪着你应酬。他是谁，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。虽说觉得他眼熟，也有可能是见过，但没有认识，所以才想不起他是谁。我没有和他结识，可能就是我们俩谈不来吧。很多太太少奶奶们，海童谈不来的便是点心之交。有些人他的确没有放在心上，不知道对方是谁。战印巴不得爱妻不跟着他去应酬，他去的话，他会待上半个小时，让他跟别人聊聊天，解解闷。他不去，他只会露面10分钟就离开。他向来不喜欢出席宴会，还不如回家陪老婆呢。况且宴会上人很多，就算他会全程陪着他，也担心别人会碰到他。就他现在他眼里现在就是只瓷娃娃，生怕别人碰碎了他的，还是被他放在心尖上，手心里呵护着，来的让他安心。东明说下午他去幼儿园接洋洋，让你不用跑一趟，他接到洋洋了，先回他的公司，下班后再带洋洋过来，在我们家里吃饭。海童嗯着，有东明哥在，我都省心省事很多。他会照顾洋洋，洋洋现在也喜欢跟他。想起以前，海童叹一句，我是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今天，就一切都变了，连洋洋都变了。他以前看到东明哥就害怕，现在也不怕了，还亲得像父子。
周鸿林那个当亲爸的，在洋洋眼里都没有陆东明有地位。洋洋说是他爸老喜欢说陆叔叔的坏话。他不喜欢。小家伙诡经得很。周鸿林本想破坏儿子和陆东明的感情，结果推波助澜，促进了洋洋和陆东明的感情。现在让洋洋叫陆东明爸爸，洋洋都能叫出口，也愿意叫喊。战印揽着他的肩膀，就让他靠在他的肩膀上。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。他以为他这辈子都不结婚，不会爱上谁的，结果被奶奶逼得和海童闪婚。闪婚后他信誓旦旦的就不会爱上他，结果这最先动心的人还是他。这走到今天，小夫妻俩也算是幸福美满了。若是一胎得女啊，那就更好了。那战印现在做梦都想海童生个女儿。海童笑，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流露出来的幸福压都压不住。希望他姐妹俩还有他在乎的人一辈子都幸福美满。下午我去大姨家里看看表嫂，怪想宝宝的，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啊，越来越可爱，越来越漂亮，稍大一点，绝对是个迷死人的小帅哥。跟洋洋有的一拼吧。战印温声问他要我陪你去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去，你工作重要。海童婉拒了，战印也没有说一定要陪着他去，他是去商家，他放心。那到了酒店，下车时，海童又看到了宁思琪。宁思琪本来是要回别墅里吃饭，然后换过衣服，卸下人面皮面具，再悄悄的回到他租住的租房里，恢复宁二小姐身份的啊。到了半路，他改变了主意，就要求保镖送他去管城大酒店吃饭。那战印夫妻俩经常出入管城大酒店，他要再去练练胆量。那若是偶遇到那对恩爱的夫妻俩，他不害怕，不逃避，那他就练出来了胆量。宁思琪这个决定，那2名龙家保镖没有阻拦，就答应了他。所以呢，海童夫妻俩到达管城大酒店时，那他便又看到了换了脸的宁思琪，老公就是那位年轻的太太，他去我书店里买资料的，他的身形，我是真的觉得眼熟，你看看认识他不？海童碰了战印一下，战印也就是扫了一眼，便敛回了视线，淡淡的道不认识年轻的女性，不管已婚还是未婚，我都不认识。年轻的少妇呢，她也会保持着很远的距离，就不想把别人的老公比下去。海童想说什么，想到自家男人的德性，他不说了。宁思琪先一步进的酒店，他并没有再看到海童，自然也看不到战印了。战印带着哀妻走绿色通道，宁思琪就更没有机会见到他。饭后，小夫妻俩是留在酒店午休。下午2点，战印带着保镖离开酒店，海童还在睡，战印舍不得叫醒哀妻，只留下了2名保镖。等海童醒了，让2名保镖送他去商家。让宁思琪没想到的是，战印离开酒店时，他看到了他。那他的反应是什么？第一时间就是背贴着车身，迅速地蹲下去，借助着车身隐藏自己，生怕被战印看到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记起自己换了脸，他站起来时，战印早就离开。龙家的2名保镖又用着阴森森的眼神看他，做贼的人都没有你这么心虚。保镖冷冷地讽刺了宁思琪一句，上车。保镖冷冷地命令着，宁思琪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赶紧爬上了车。2个小时后，恢复了宁二小姐身份的宁思琪，爬着楼梯爬得气喘喘的，总算呢回到了她的租房门口。她掏出租房的钥匙，正想开门，租房门却自动开了。不是，是有人从里面拉开门的。那宁思琪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的租房里进贼了。尼玛，那她一个穷鬼也有贼上门啊！待她看清楚开门出来的人是她的大姑后，宁思琪叫起来大姑。
你怎么在我租房里？你有我的钥匙？他记得他没有给2个大姑姑租房钥匙的。宁大姑被他吓了一跳，看清楚后，宁大姑说道：“思琪，你吓死大姑了，突然回来也不出声。你刚租到房的时候，不是给我一把钥匙，让我过来帮你打扫卫生吗？我忘记还你钥匙了。你这孩子最近去哪里了呀？这几天都没有看到你回来啊。我那里一大家人住着很挤，想着来跟你住的，否则都不知道你几天没有回来。”那宁大姑说着，转身又推开了租房的门，带着宁思琪入屋，感觉她才是这间房的租客一样。宁思琪进屋，看到自己租住的房子，到处都堆满了纸皮，空的水瓶子，还有些烂铜烂铁。她顿时嫌弃地皱着眉，指着那些垃圾问着宁大姑：“大姑，这些什么东西啊？干嘛堆在我的房子里？是你捡回来的吧？赶紧清走！就算我几天不回来，这房子是我租的，我在交房租，就是我的，不是给你堆放垃圾的。”宁大姑说道：“思琪，不用那么激动。你说你爸妈把他们名下的财产都转到天磊的名下，你想争夺家产是很难的了。大姑没有办法呀，你都过不好了，怎么帮大姑？大姑总要生活的，一大家子吃吃渴渴就是一笔钱。如今我们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，我打一份工挣不到多少钱，不过搞卫生有个好处，就是能捡到这些可以变卖掉的纸箱、空瓶子。我捡了这么多，到时候卖掉也能买上几天的菜了。”宁大姑说着说着眼圈泛红：“思琪，大姑心里苦呀，大姑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这种苦，老了却要捡破烂。你说你那个大姐咋这么心狠呢？她倒好，成了占家的二少奶奶，还管着你爸妈辛苦打拼的江山，连你这个亲妹妹都不管不顾，不给你钱花，不让你搬回去住，让你在外面吃苦受穷，一点亲情也不念，不管我们过去对她做了什么，我们都是她的亲姑姑呀。”崔家和金家的人恨毒了宁云初，以前2家人虽不能跻身豪门之列，却也是有钱人，有自己的小公司，住着小别墅，有司机，有佣人，至少吃穿不愁，花钱也不用算来算去的。是宁云初接管了宁家后，他们2家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。也是宁云初命好，攀上了战家，有战家当靠山，让他们2家的所有计划都泡了汤，反而呢落得一无所有，要打工过日子。那这还是宁云初手下留情的了，否则他们2家人想在管城找份工作门儿都没有。就宁大姑在宁思琪面前反复说这些，就是刺激小侄女，让小侄女去当那个出头鸟，找宁云初的麻烦。那怎么说宁思琪都是宁云初的亲妹妹。哎，思琪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呀？几天不见，大姑怎么觉得你长胖了点，比刚出来时要圆润一点了，脸色也很好，是不是找到了发财之路？大姑这么疼你，若是发财了，记得带上你的表兄弟们。宁思琪淡淡的道：“我只是出去散散心，跟那姐弟俩闹得心烦，不出去散散心，我怕我又做出偏激的事情。”我可不想再进去了。他是真的很想杀了宁云初，废了宁天磊的。一想起坐牢的日子，他又压下了冲动，没有做出偏激的事情。当初就是他过于冲动，做了偏激的事，导致了宁家当家人易主，他落得今天要给别人当情妇的下场。